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跟大家介绍传奇降临。今天主要讲的内容就是值不值得我们花帝国币在这个统帅上面，值不值得花钱去购买这个活动的礼包，还有怎么搭配。那首先各位要知道，转盘的统帅一般来说是比起我们在酒馆招募的统帅还要更强的。但是要注意的一点，这位统帅他是纯输出的统帅，也就是说你还是需要搭配一些辅助的统帅组合成一个队伍。那么值不值得花我们的帝国币在这个统帅上面呢？其实我们先不要看统帅，只是单看花帝国币就可以拿到这么多的奖励。这个转盘除了武将之外，还有包括经验书、技能书、资源、加速，还有装备图纸。那我相信目前在看这我影片的玩家，大多数都是刚开服的玩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去玩，或者是你还没有发育完全的玩家。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会去计算的玩家会觉得不值得，是因为我们如果购买10万的资源，我们只是需要花500的帝国币。但是如果我们玩转盘运气不好，拿到一些资源材料，也是拿到10万的资源，就要花将近800的帝国币，比我们平时买还要贵300左右，就觉得不值得。但是各位要注意一点，目前阿提拉跟理查只能通过转盘的方式获得而已，资源不管是采集或者是完成任务之类等等都可以获得，甚至你平时是有购买礼包的玩家，还可以通过买礼包的方式拿到更多的资源。但是转盘统帅错过就没有了，它就是转盘其实是有保底的，转满1000次总共可以拿到180个阿提拉的勋章，或者是理查的勋章，还有包括约瑟芬跟迪瓦德王的勋章。至于为什么会给约瑟芬跟迪瓦德王的勋章呢？是为了要绑定他们的队伍搭配，这个我们在后面会介绍。但是如果要转满转盘的话，总共要花84万的帝国币，我相信早期的玩家应该都没有这么多帝国币，所以你们可以在界面上看到有礼包购买的项目，礼包的招募券总共加起来有181个，是不足够我们转满1000次的。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这边写今日限购，也就是说1天的限购，这个活动的时间会维持5天，等于说这边的礼包我们可以持续买5天，再加上每天有一次免费的抽转，总共加起来有910抽，剩下的90抽就要靠你们自己的帝国币了。但是各位听到每天连续买满肯定会吓一跳，因为一天买起来呢大概都要1000马币左右，5天算下来都差不多5000马币左右，差不多美金1000多块。我相信不是每个玩家都负担得起，而且如果你们有仔细去看这个礼包的话，可以发现到后面越买越贵。我这里所指的越买越贵，并不是礼包的价格越来越高，而是我们购买的价值越来越高。这里我做了一个列表帮大家计算了一下，其实在这个礼包里面我们只能拿到招募券还有 VIP 而已，一个 VIP 等于1个帝国币。然后这边的招募券我们看第一个礼包的价格有2个，换算下来相当于1个招募券就等于4500个帝国币。但是玩家如果是直接用帝国币去转盘的话，只是需要花4200个帝国币就可以转5次了，一个招募券的价值等于4500，这样换算起来好像这个招募券不是很值得。但如果你现在在想着我打算要去买别的礼包，拿到更多的帝国币来转，这样子会比较值得，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就算你们去买其他的礼包，你获得的帝国币也没有这么多，没有办法招募这么多次。举个例子，这边我们看239块9毛9的价格礼包，这里总共可以拿到的帝国币只有 2.5 万而已，相当于我们只能转5到6次左右的转盘。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通过帝国币的方式去转盘的话，你需要买更多的礼包才可以转更多次。然而同样价格，我们去买招募券的礼包已经是可以转37次了。那么到底值不值得呢？我可以很直接的跟各位讲，其实都不值得只是针对于你现在要转盘，你需要更多的招募券，但是在没有办法获得太多帝国币的情况下，其实买传奇降临的礼包会比较值得，可以快速的获得更多转盘里面的统帅。但是礼包的价格有这么多，我应该买哪一个价格的比较值得呢？那么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发现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玩其他游戏大多数的礼包呢都是越买越便宜，但是在这个游戏中反而越买越贵。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列表。这个列表我是直接用礼包的价格除去招募券的数量，那你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礼包它一个招募券的价格就等于2块半，但是到了最后最贵的那个礼包，一个招募券的价格等于6块3毛5，反而是比起第一个礼包还要更贵。我是很少看过这样子的情况，通常是反过来的。比方说第一个礼包你买的招募券就要6块钱，可是你买到越后面可能只是一个招募券要2块半而已。所以我个人猜测这个游戏它的礼包逻辑就是你买到越后面你越缺乏就会越贵，而不是说你买越多就越值得的概念。
所以你问我哪一个价格的礼包最值得呢？我只能坦白的跟各位讲，第一个礼包的价格是最值得的。但是更值得的情况就是你平时累积多一些帝国币，不要花钱去购买这个礼包。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其他东西，因为你转盘也有可能会获得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我前面有说过，这个转盘呢，它是有保底机制的，等于说你买的那个礼包，它是已经包括转盘还有这个保底的东西了。还是那句，如果你有需求的话才去购买。那么转盘统帅值不值得我们去培养呢？我们先说理查，他是使用枪兵的领将，并且他的队伍是打反击的。什么是反击呢？就是对方攻击你的队伍的时候，你反击打回去。如果越多人围你的队伍的话，他就会越痛。但那个队伍也不是只有反击而已，如果只是光靠反击，只是你的队伍比较硬。这个队伍还有 debuff， 还有输出。在早期利用这个队伍去扛伤害的话，其实会比较适合，但问题就是这个队伍的培养成本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波迪卡要等到后续转盘出现的时候才可以抽，等于说你这个队伍组合呢要等比较后期。至于巴巴罗萨，它是通过每日特惠宝箱或者是王国密藏才可以买到。等同于说，如果你没有花钱在这个游戏上的话，你要组合这个队伍会比较困难一点。但其实这个组合用于驻防其实还蛮适合的，像是之后有一些玩家可能会去围殴我们的城市、围殴旗帜要塞之类的。并且用于集结也是蛮适合的，大多数玩家都会去围殴集结，这个反击伤害就可以弄死他们。但是会负责去驻防集结，大多数都是一些大哥啊，所以这个组合可能就交给大哥去处理。一般的玩家或许可以考虑阿提拉。首先是骑兵的组合，亚瑟王勇武骑。画面上你们可以看到官方推荐的组合是亚瑟王、哈拉尔跟阿提拉，但是我觉得把哈拉尔换成大流士一世会比较好。亚瑟王主要的能力就是无视对方的防御力，然后使用其他的统帅打出输出伤害。尤其像阿提拉，它是有连击效果，可以在一个回合里面打2次。再加上如果你们是用大流士一世的话，它的输出会更高，会打到对方的队伍会更痛。简单的来说，这个组合是比较强的，但问题就是亚瑟王如果你们要获得的话，就要 VIP 17以上。但是在早期，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把太多的帝国币都花在 VIP 上面，因为我们其实在早期要提升的东西太多了，等于说要用这个组合只能大佬去使用。那其实一般的玩家要获得大流士一世或者是阿提拉的难度都没有很高，就是只有亚瑟王会比较难获得而已。所以这个组合就看玩家的能力，如果你们有办法提升到 VIP 17，并且购买亚瑟王的礼包的话，这样你就使用这个组合会比较强。还有一个平民版本的关于哈拉尔阿提拉的组合，我相信一开始的玩家大多数都会选择这个组合，但是这个组合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脆皮，只有输出，这个队伍会变得不是很耐扛。所以我本人其实不是很推荐骑兵的组合，虽然这个组合搭配会比较简单，成本会比较低。我个人反而是比较推荐木兰连击这个组合，其实也是输出队，但是它的培养成本比起前面介绍的还要更低。月色分是我们一开始就可以拿到的初始角色，甚至一开始的主要任务都是有要求我们去提升月色分的等级之类的，也不需要玩家特意去招募月色分。花木兰也可以在酒馆里面抽到，是极度适合平民玩家的组合选择。当然最推荐的还是亚瑟王的组合，但是在早期大多数的玩家的队伍都没有这么强啦，所以不一定要先出亚瑟王的队伍搭配，我们从基本的先做起，才慢慢做到最强了。以上就是传奇降临的介绍，如果哪些地方说错或者是有遗漏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The world shall crumble before the scourge of God. I am Attila.